19号凌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袭击，但这次袭击的实际情况却扑朔迷离，袭击者和被袭击者都讳莫如深。那么，首先想请教一下王先生，以您的观察，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袭击发生之后，我就和伊朗的朋友聊了一下，包括和德黑兰的朋友，包括和伊斯法罕的朋友，因为他们现在就是袭击的这个核心区域嘛。包括伊朗的朋友就说，因为星期四晚上它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四晚上后半夜，也就是星期五的凌晨，但是伊朗正好是星期五是在美洲的这个假日，所以说当时袭击发生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这个实际上是被电话吵醒的，不是被这个爆炸声吵醒。说醒了之后，这个打开网页浏览，发现哦，我们地方挨炸了。但是呢，大家彼此相问后都没有听到有什么爆炸的声音啊，或者说这个冲突的声音。包括他们也和这个自己的亲友去联系，伊斯法罕的朋友相互和德黑兰的朋友联系，也发现没有这个爆炸的声音。所以大家实际上也是存疑的。袭击大概如果真的存在，它是以怎么样的方式进行的？现在来看，各方的这个焦点其实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有的可能报道的说那是以色列用这个 F-35战斗机，它隐形性能比较好，飞到这个伊朗的空域附近，然后发射的导弹。也有的人说是以色列通过，比如说这个杰里科呀，或者说伯利恒系列的这个远程导弹去攻击的伊朗的这个目标，伊斯法罕的目标和德黑兰的目标。还有人就是说，可能现在更多的能被证实的，那伊朗的观点就是说扔了3个这个小型的无人机。那如果小型的无人机，就是说那应该是以色列渗透在伊朗境内的情报人员啊来进行的破坏。所以说它的这个袭击方式现在也不明了。接下来以色列还会进一步的行动吗？伊朗还会进一步的做出反应吗？沙先生？我认为双方他都会找台阶下，因为伊朗和以色列目前都不想把事态闹得太大。对以色列来讲，扩大成整个区域性的中东战争，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尤其是空袭伊朗的核设施，更是得不偿失的。从伊朗作为一个希望同美国改善关系的这样一个国家来说，他也不希望把事情闹得过大。因此，我认为双方其实都没有这个决心扩大态势。但是，如何找到一个让双方都能体面下台的办法？目前来看，还需要私底下磋商和沟通。其实以色列实际上现在加沙困境当中，这个问题始终没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以色列贸然要开启与伊朗之间的直接的这种军事对抗，甚至是战争，它很可能在中东地区陷入多线作战的这种局面，不符合以色列现在的诉求和目标。因此呢，他更希望伊以之间现在的这一轮冲突能够就此降温，把重心重新回归到加沙问题上来。以色列对伊朗境内目标没有大打，那么接下来以色列对叙利亚、对黎巴嫩真主党、对伊拉克的亲伊朗武装，以及对也门的胡塞武装，会不会大打出手？王先生，这个是肯定的。实际上，在过去的冲突当中，伊朗和以色列本轮的导火索恰恰不一定是伊朗自己，而是我们所说的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大家打开地图看一看，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武装，我们说的人民动员军的这个网络框架，然后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在叙利亚境内的亲伊朗的民兵组织，包括在也门的胡塞武装，事实上是这些组织在过去在以色列看来，他们才是对以色列的直接的威胁，而只不过以色列认为那伊朗是站在后面的这个提线人。这些他的下面的提线木偶，所以说才对伊朗进行反击。那如果说未来的一段时间，伊朗和以色列确实大家有默契了，不打了，但是并不代表伊朗能够直接指令这些武装组织你们也不去向以色列发动攻击。实际上这些组织更多的是受到伊朗的支持，但是有自己的很强的组织独立性。那如果在未来一段时间，这些组织像我们这2天看到的，仍然向以色列境内发动源源不断的攻击，那以色列同样也会在未来向叙利亚境内、伊拉克境内、黎巴嫩境内发动更多的反击，以显示自己的威力，就是我们所说的开头说的震慑能力。所以恐怕在未来，这种以色列在这些区域的攻击行动还会长期持续，这才是未来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存在擦枪走火可能性的最大的爆点。伊朗和以色列如果真的要隔空打架的话，以色列的优势刚才说了是战斗机，而伊朗更依赖于这个弹道导弹，双方谁会更有优势呢？沙先生？是这样的，就是说弹道导弹优势是它的突防的能力，比方说它可以，即使是中近程的弹道导弹，它可以8到10倍的音速进行突防，这是它的优势。但是它的打击精度呢不高，它的精度误差一般在几十米左右。那么战斗机的优势是什么？它的成本很低，也就是说，同样投放，比方说1吨的炸弹，我用战斗机去搭载这个1吨炸弹之后，我还能飞回来，只要我不被击落。那么弹道导弹投放1吨的炸弹，它扔出去之后它就没有了。恰恰是伊朗对以色列的这种报复性反击，向以色列表明，伊朗的
弹道导弹系统也是不容小觑的。伊朗和以色列之间，不像此前我们都认为的，以色列在中东能够碾压中东所有的这种什么国家，现在可能有一个比较强劲的这种什么对手存在，因此呢，此后以色列的行动可能他需要考量什么这一点。所以这一轮的以色列和伊朗的互袭，是否意味着中东出现了新的形势、新的特点，还是说实际上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王先生怎么看？我觉得还是出现新的特点了。最大的变数就是我们说伊朗它确实反击了。过去我们总会觉得，当伊朗受欺负的时候，是吧？美国欺负他，2020年初炸了这个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外面，把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打死了。大家觉得，哎，伊朗好像反击基本上也没有发生嘛，或者他自己的反击很轻微。但是没想到这一次伊朗真的反击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尽管他很理性、很节制，但是一个规模很大，好几百枚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冲着以色列的这个领土去，那要不是美国帮着拦截，恐怕那以色列自己的这个拦截能力能不能拦得住很难讲。另外一个就是在发动攻击时候，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伊拉克的人民动员军、叙利亚的这些什叶派民兵武装，然后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跟着一起招呼。大家一看，哇，伊朗的这个地区动员能力还是挺强的，他确实能够把这个局势给搅动起来。尽管现在可能各方又重新回到了一个比较理性的状态，但是我想，不管美国也好，不管是伊朗也好，包括地区国家也好，都要在下一次再要是对伊朗的目标有些敏感的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都要三思而后行。这确实地区形势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的点。就在伊朗遭到爆炸袭击的当天，美国《华尔街日报》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拜登政府正考虑向以色列提供超过10亿美元新武器的交易，其中包括坦克弹药、军用车辆和迫击炮弹。如果达成，这将是自去年10月巴以冲突后美国对以最大笔的武器交易。另外，当地时间4月20号，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了一项价值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法案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超600亿美元的援助，向以色列提供超260亿美元的援助。拜登对此高度赞扬，表示将敦促参议院尽快通过该法案，以便它签署成法律。乌克兰和以色列也在第一时间表示感谢。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大有玄机。此前就有美国官员透露，该援助设计着眼于确保以色列有办法防止或反击其边境的任何升级，提升其多线作战的能力。比如，其中40亿美元将用于铁穹和大卫投石所导弹防御系统，另外12亿美元用于仍在开发中的铁树激光导弹防御系统。该系统将使用激光击落从无人机到迫击炮、反坦克导弹和火箭等空中威胁。有分析指出，在伊以冲突升级的当下，美国加大对以军事支持，很可能会导致以色列把冲突范围扩大到整个地区，让中东局势进一步紧张，同时也将美国一边劝和一边递刀的虚伪与双标暴露无遗。伊以互袭啊，为难的自然是美国。对美国的所作所为啊，李先生有什么样的观察？尤其是美国的中东目标，它究竟是什么？它在中东地区有几个目标？这些目标的轻重缓急又是如何排序的？美国在中东的一个核心的这种战略目标，就是它要掌控这个地区，让这个地区保持这种什么呢？某种形式的动荡，但是这个动荡的又不至于什么呢？升级恶化为地区冲突。他认为这样是符合他的利益的。那么要掌控中东，需要一个什么呢？看场子的，以色列就是他什么看场子的小弟。同时，在今年在美国大选年，可能他相对于美国在中东掌控，他更希望中东地区保持相对的这种稳定，避免在大选进程当中出现什么呢？不可控、不可预知的这种因素影响什么大选。其实呢，以色列挨打之后呢，美方是劝以色列别还手的。这当然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了，但是以方呢这次毕竟不听劝。以方为什么不听劝？目前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对伊朗的有限报复，又是否是美伊双方互相讨价还价、互相妥协的一个结果呢？王先生，因为以色列其实从来都不听美国劝，我们老觉得美国在背后保护以色列，外交上、军事上不断向以色列输血，那以色列人应该感恩。实际上并不是，比如说我们看每次，比如说像美国的这个布林肯
啊，这个国务卿访问以色列，大家看一下以色列国内的这个网民一片骂声，说怎么美国人又来了是吧？美国人来这个地方又想跟我们施压。这个美国人不能理解我们的心情啊，我们要报复呀，我们要打仗啊，美国人又来这个地方了，然后给我们开空头支票，把他赶走。所以说，以色列实际上和美国这个从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他们的分歧已经很显性了啊，这个矛盾也已经很显性了。美国的这个核心的诉求就是要能够维持自己的地区利益，但是呢，某种程度上这个地区利益和以色列是相互矛盾的。那么双方在未来该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大的分歧。你要按照以色列的国内的这种政府的观点，或者以色列国内的这个右翼和极右翼占据主导话语的这个社会氛围的观点，那以色列就应该继续打下去。美国要认同我的感受，认可我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当前的这种战略。但按照美国的观点，就是大哥别打了，这个事儿就得了啊，大哥咱都消停点，见好就收就可以了。所以说，美国实际上能给以色列施压的砝码，美国是有的，就是我们说了，那就断绝军事援助，或者说有政治条件的再把军事援助给以色列。但是这个会在美国国内的政坛引发轩然大波，美国又不能这么干。而美国现在能做的呢，他做不了。那么美国做的呢，以色列感觉不到疼，结果使得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显性，越来越公开化。实际上，现在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可能已经拖累拜登的选情了。我要再继续照着以色列的话，那美国的这种各方面的损失，尤其是这种道义上的，包括形象上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这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种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前没有这个选择，但是现在这个选择是不是已经出来了？沙先生怎么看？我们看以色列跟美国的博弈能力，甚至比日本对美国的博弈能力还要高，就是因为印太地区美国还有像韩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其他的盟友作为对冲，而中东地区只有这以色列一个，所以以色列好像跟美国的议价能力甚至要超过日本等其他比它综合实力强得多的这个大国。那对美国这个选举来看，年轻人是支持特朗普的，年长的人是支持拜登的。这个年长的人目前对以色列的支持的民意程度非常高，而年轻一代的人好像对巴勒斯坦一方的支持的民意非常高。也就是说，从纯选举的角度来讲，我感觉拜登总统啊，对他得不好评估对我站哪边对我的选情更有利。对，因为总而言之，你是得到一部分，你就得失去一部分，失去一部分。那这样的话，他去支持谁？仅仅从他的国内选举得票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个挺大的难题。既然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是巴以冲突外溢的结果，那么是否意味着加沙局势不能够停火止战？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随时有可能重新趋于激烈。王先生，我觉得确实是。那么如果说本轮的巴以冲突没有办法在未来实现停火，哪怕是一个短暂的停火，它还是以一种紧张的态势延续下去，它会导致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有重新冲突的可能。巴以的冲突它非常容易外溢，因为它引发的这种共情性的效应很强。比如说呢，可能对于很多伊斯兰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他会看到巴勒斯坦的人民现在已经死了3万多了，马上逼近4万。那这个时候，尤其是在遇到一些很强的宗教节日，那么可能他的这种共情感会被放大。那么以色列同样也是，那么以色列国内它的这种共情感，那比如说这个又死了几个以色列人，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如果恰好带有外国公民，尤其西方公民，那可能会出现更强的这种复杂性的变化。所以实际上，巴以的问题最核心的是由于这个冲突所导致的话语两极分化，是由2个不同的这个阅读群体从自己的视角在理解这个本轮的巴以冲突，所以说就导致他没有办法实现共情，那么大家的对抗就越来越激烈。经过这一轮的以色列和伊朗的互相的袭击，对于加沙问题的解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某种意义上讲，可能给加沙问题的解决带来一种什么契机。事实上，我认为以色列对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的攻击，它是有这么几层目的。第一个是教训伊朗，第二，他知道伊朗一定会报复，其实把他的军队迅速的从加沙地区撤回来，为真正的就是说换一种轨道去解决加沙问题创造可能。在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遇袭之后呢，王毅外长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了电话。当时的美方是希望中方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劝阻伊朗不要袭击以色列。那么布林肯先生呢，可能很快就要访华了，也必然要谈到中东问题。那么王先生认为，中方
会怎么和布林肯谈呢？当然，首先我希望中美之间会在这个相关问题上达成共识啊，这样的话，更多的共识实际上对中美双边关系是有很健康的、很积极的影响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承认，可能在相关的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分歧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对中东地区的一系列的问题，可能美方认为它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红海的事儿就是应该怪这个胡塞武装。这个黎巴嫩的事儿就应该怪这个真主党，然后呢，这个本轮袭击可能批评伊朗更多，包括我们看前不久美国也出台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的制裁，那可能中国或者说绝大部分国家的观点都认为，那当前的一系列的冲突就是本轮巴以冲突的外溢。如果美国不停止对于以色列的完全无休止的偏袒，那恐怕中东的这个危局会越来越多，未来的这个风险会越来越大。巴以冲突还是中东局势的核心和焦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推动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2728号决议？中国能否在中东局势当中发挥更大的，甚至是领导性的、主导性的作用呢？王先生，我觉得中国当然还会一如既往地发挥我们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在未来的这个地区的冲突降解的过程当中，中国呢也会着重在2个，第一个就是形成国际共识，通过联合国等等一些其他的主要的国际机制同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一起来创造一种能够有利于问题解决、冲突降解的国际共识。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中国也会协助搭建一些国际的这个协调的这种桥梁和机制、沟通的渠道。中国加强与地区国家的沟通和交流，为地区形势的降级创造条件和可能，同时要把联合国置于什么呢？中东问题解决的核心地位，参与联合国来推动中东地区的相关议程的这种落实，共同的来推动中东地区的这种趋向和平稳定。